这个小粽子是新品，墨子酥、雪花酥、核桃排、老猪3件套。嗨，朋友们，谁想要北京当村礼盒来着？这不就来了吗？这一盒精挑细选，拼了半天才拼好，茶也沏好了。这3个老猪3件套，墨子酥、雪花酥、核桃排，还有经典款的枣花酥、山楂锅盔、黑麻饼，还有我钟爱的牛舌饼，经典中的经典呀！看看这纹路，这个小粽子是新品，还有这个绿豆凸，因为喜欢留凹，所以对绿豆凸的好感度也增加了。还有这个糖火烧、鲜花玫瑰、椰蓉球，这好像叫法式松饼吧。先尝尝这个新品，这个我也没吃过，所以我加了一块。它这是那种条条酥，有点抹茶味儿。这个馅儿应该算杂粮馅儿，里头有一些果仁儿。芝麻花生什么的。牛舌饼千推万推，我们北京当村这个牛舌饼确实是没得挑啊！而且我现在很喜欢吃咸口的东西，就是你掰开的一瞬间，那个椒盐味就已经窜出来了。就是那种酥的掉渣渣。这我装了6块，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爱这个牛舌饼。然后这个黑麻饼，这也是一个咸口的，看这个底部的壳，哟，巨酥。黑麻椒盐，顾名思义就是黑芝麻椒盐馅。这个起酥，这个就是咬开咸香味儿，不知道黑芝麻味儿。这也是给你们装了3块，然后核桃排跟雪花酥这2个不算非常经典，但一直是我心中3大巨头之2。这个上面就是完全的一层坚果，然后下面就是干干的那种饼干蛋糕之间的一个状态，就是核桃香，核桃香加面香。上面的核桃就是那种烤的已经有点干干的，然后加了一些糖吧，这个算偏甜的，那个糖也形成了一层糖壳。雪花酥中间就是就那种奶酪混着果仁儿，就那种奶香味混着果干，酸甜酸甜的，然后口感很糯，就是酥渣粉渣渣的那种软软的馅儿，然后皮儿呢也是这种起酥很多层的白皮儿，然后给你们装俩椰蓉球，这也跟店里面是那种一兜一兜买的，但是这个好吃，你们可以尝尝馅儿。很朴实的那种，就是椰丝的香气，能嚼到它的小粒儿，然后给你们装了糖火烧。就是麻酱红糖味儿。那这个会比那种就是卖主食的地方它要油一些。墨子酥，这个是一个我特喜欢的东西，因为我喜欢黑芝麻。这皮就有一点略带杂粮感吧，馅儿很黑，印象中应该是黑芝麻加豆沙。另外还有法式松饼，这个也很好吃，甜甜的。当然这个没有馅儿，就那种甜甜油油香香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枣果子，这个也是就是那种枣泥儿的，然后中间还给你加了一颗枣。
那还有鲜花玫瑰啊，枣花酥啊，就给大家拼的都是我爱吃的加经典款产品。反正如果有需要哈，酌情选购，然后有手提袋，尽快吃，保质期差不多半个月吧。但是不要一次吃多了啊，这点心这玩意儿还是不能当饭吃，这些留着明天当下午茶吧。确实是论装点匣子这件事儿，当村确实是专业的。拜拜，下期见。等一下，这个忘给你们拍了。这个是黑豆起子膜，其实本来想给你们放在盒子里，但是这个保质期短，它只有7天，所以跟那些放不到一起去。这是一个长相平平无奇的一个小点心啊，就是那种很传统。但它吃起来就是比蛋糕要稍微水分没有那么足一点儿，嚼着很香，就很像它的名字黑豆起子膜，就是膜，蛋糕膜，就那种老式蛋糕的味道。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选择加上或者不加上啊，真的很朴素。好好吃。您看它的空气感，还有一些就是那个黑豆的碎碎。行，那这期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朋友们，真结束了。我确实是好久没有拍点心了。兔年拜拜，龙年开始。你看一掰开，就这种一层一层一层的酱。谁喊着要看点心来了？来了，茶也泡好了。省得你们老说我干拉，老朋友啊。哎，打过真空的。其实我一直想上他们那个厂子那儿去拍去，但实在是太远了。我从我们家过去得50公里吧，算了，还是寄过来吧。我确实是好久没有拍点心了。非常清真的香油味扑鼻而来。我看了一下，这个是每种2块吧，然后有这么10几种。当然啊，我一直是对它念念不忘。花生酥，它就是一个既上相又好吃的东西，看着就好吃的东西。你看一掰开，就这种一层一层一层的酱。就是很浓郁的花生酱味，香油味，白酥皮味，中间还能看到花生颗粒。我第一次吃这家糕点的时候就对这个情有独钟。然后这个小兔兔，这个小龙龙，兔年拜拜，龙年开始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然后这个龙上还有个福字儿。这个是很浓烈的那个椒盐味儿，就大概是糕点的那种软皮儿，然后加上类似牛舌饼似的那种椒盐的馅儿。这个椒味儿会比盐味儿更重。这个调配我觉得还比较适合我。我喜欢那种味道稍微重烈一些，但是不那么太咸的东西。这个兔兔是啥来着？我都忘了。今年真是没怎么吃点。山楂的，闻出来了。像山楂果酱，山楂味儿比较浓，所以会有点酸。然后吃起来这个外皮跟那个龙差不多，有点酥软但不会干的那种点心皮儿。它不是那种白皮，是一层一层的，它就是一层
具体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也不会。反正就是很传统的那种点心片，吃起来像软性饼干。这还比较清爽，就是有点酸。发财都给我，怎么可能不吃？最爱吃的就是发财。这是啥呀？这个会有点椰蓉馅儿，椰蓉的味道，这个倒不很甜，有那种椰香，加一点淡甜味。然后其实这个很好吃，就是长得特丑，然后你看它就特手工，掰开其实它也没有馅儿。这个就是有点像杂粮饼，那有点像桃酥，但它是软的，就软桃酥嘛，就是碳水味儿，那种很古朴的。碳水香气，然后还有被烘烤过那种烘烤的香味儿，你可以大概这么理解。还有牛舌饼，这个是很经典的，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咸口的东西，尤其像椒盐这种，就味儿比较重，点心我很喜欢。像我吃面包什么的也喜欢吃什么肉松卷啊，要么就是加烤肠那种。像它这个馅儿跟我刚才吃的那个椒盐味儿还会有些许的差别，这个会更酥一点。因为它这个皮儿，它本身这个点心它的质感就是会酥一点。牛肉饼这种东西，你搁哪个点心铺基本上都是比较经典的款。米三刀啥也别说了，就是又甜又油，吃多了腻，但你时不常的还想来一块。那种很魔性的东西。然后就是这个黑麻饼，这个应该也算是传统的点心中很经典的款。你看一掰就崩片的这种白皮点心，咸口，有点椒麻味，上面是黑芝麻，烤出一层酥壳，所以黑芝麻也是脆的。咸香，芝麻香，酥皮的脆香，还有面香味。哦，这个我也爱吃，山楂的。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喜欢吃果酱馅东西的人，但是山楂馅除外。我特别腻味吃那种水果馅的月饼，简直就是噩梦。但是山楂馅的点心就属于独一派的那种。这个也是酥皮烘烤出那种层次，然后中间夹着山楂的酸甜，你还能看到它那个起酥一层层的。不过点心这种东西送礼呀，然后当个下午茶还是很不错的，当然不能当饭吃，饭咱们还是要好好吃的，好吗？哇，他家这个山楂馅确实会比一般的地儿要稍微酸一点，但是吃起来很过瘾。虽然我最近还是比较沉迷于吃肉，但是大家喜欢看点心的话，我也是隔一阵给大家拍一期吧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你看，它这个中间巧克力馅巨浓，第一个就惊呆了，真好吃。之前有一堆人说让我来吃这家，走吧。现在还卖现烤月饼，不知道我发出来的时候还有没有了。这乳酪蛋黄俩，跟泸溪河好像啊。绿豆冰沙好吃吗？海苔小贝2个，鲜肉月饼卖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行，那你给我拿俩鲜肉的。这不巧克力派吗？差不多来一盒吧。下面那是什么呀？梦龙卷你吃吗？买回来了，我这个挺神奇的，这挺像西点的。虽然说他们家简直就跟泸溪河不能说一模一样吧，只能说
基本上差不多。就我感觉还挺好吃的，应该对，就是巨香的一个巧克力味儿。哎呦我去，而且还可能是可可脂呢啊！哇，你看，它这个中间巧克力馅儿巨浓，然后上面真的是可可脂，因为这个库玛吧，第一个就惊呆了，真的好吃。它外面那层可可会有点苦，就因为它是可可脂，然后整体不是很甜，是有巧克力的微苦在的。哇，这个好好吃。然后还有一个巧克力的是，这是一个梦龙卷哈斗，3个20，一个不到7块，买吧真的很值。这是今天的小票，你们自行核对一下。我觉得他们家的巧克力应该都是纯可可脂的。然后这个中间的奶油我不是觉得特别的好啊，我尝一下。不行，这个比哈斗差了一点，因为它有薄还有点黏，我觉得它加了什么东西。它有一点黏，它不像那个哈斗那个是纯的那个可可脂，就是整个就是巧克力。我很难拍点心第一个就拍到那么好吃，这画的巨厉害。梦龙卷儿，因为如果这两个连着吃的话，你们就不用买梦龙卷了。这奶油不行，蛋糕皮还行。对，就是这个奶油不是，就是主要是跟它一比逊色了。这奶油就是非常普通的那种奶油。因为我们赶上下班点，就这边人很多，所以我们就借了隔壁一个叫永和鱼丸的店，然后结果发现他们家是卖福州燕饺，然后小姐姐说这个很好吃，五酪蛋黄，因为卢溪河也有一个，就基本上一模一样。哦，这个好吃，我觉得这好像比卢溪河那个还好吃。哦，对。这个好吃哎，这个好吃，它那个奶馅儿特别足，然后酥皮儿也特别的酥松，就是巨厚实的那种。专业掰饼人是掰的，这个是什么？对，绿豆冰沙，这啥玩意儿？长成这德行！它外头有一层麻麻咧咧的壳，然后也是这种白酥皮儿。它像是把绿豆冰糕包在了白酥皮里，外头还裹了一层麻麻咧咧的那什么东西。有点小绒绒的那种感觉，酥皮包绿豆沙、绿豆冰糕的感觉。这个蔓越莓颗粒有一点酸酸的，你嚼出来的时候，但还没有超过第一个在我心中的位置。那绝对是爱吃巧克力的人会爱死的，真的。下一个蛋黄酥是鲜肉月饼，因为我们拍它的时候是在中秋之前，然后中秋之后我不知道它还会不会再卖了，反正你们就随缘吧。这皮儿挺酥的，但它只有这一个馅儿。它好奇怪，因为我掰不开。就是我尽力了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一个肉饼。这个馅儿的味道，三粒馅儿味道是不错的，但如果它掰不开，我觉得有点奇奇怪怪。皮儿也的确是酥，就是很多层，然后就是酥的掉渣的这种。肉馅儿的味道有一点大葱，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卢溪河那个鲜肉月饼好吃的，它像酥皮大包子。然后这个就是像手指麻薯似的东西，哎，这个还行，拉力很足。这个好吃啊，弹性还挺好的，然后果粒很多，但比起台翔那个灌酸奶酱的那个有些许的一般般了。一个努力掰饼的人真难。哇，这个好吃的。我这个摸着手感，我有摸到一股糖浆的感觉。特别好喝，咬下去第一口，它是除了那种酥脆，它外头包裹住一层糖浆，有点黏黏的，很脆很甜，黄油的香味也更重一些。这个好吃啊！然后因为它边上它的火会有一点大，就是会有一点烘烤的那种略微带一点糊香味儿。可能糖多就会容易糊起来。焦糖的感觉，什么吐司能这么老大个儿切成盘？这个好吃啊！这个比台霞好吃。这个蛋黄酥看着还行，因为我看它那摆了一大堆，像一个带尖儿的小塔一样，然后但是整体大小不是很大。
水媚娘的那个皮吗？这是一整颗的，豆沙很细腻。水媚娘我没吃着啊，这蛋黄好大哟，就不是很沉啊，个头比较小。这的确是整颗的那个蛋黄，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下一个比较期待，因为我觉得我上次测泸溪河嘛，我觉得就是北京的泸溪河没有南京的泸溪河的咸桃酥好吃了。我来看看他们家的怎么样，就咸桃酥都是方形的。这好吃，你尝尝。这个很酥，葱油的味道还是浓的，不是很咸，颜色偏深一点，有烘烤的糊香，好吧？比我们上次买的那家泸溪河要好吃一点。我的指甲里都是巧克力，搞得我现在很尴尬。最后一个，家家都有的肉松小贝，看起来酱也不是很多的样子。这个可以有，这个酱很多。它的酱不是半透明，是白色的那种。肉松也比较脆，这个小贝可以打到中高等水平。这个可以是双外手盖两个的。你们买不买别的我不管，反正就那个哈斗，还有那个乳酪蛋黄，你就买就完了。其实这个咸糖酥我觉得做的也还不错，肉松小贝也可以，就反正甭管你们买什么哈斗，请就是买起来，巧克力爱好者一定会巨喜欢它的，就是小心会脏手，然后那个巧克力可能会进指甲缝，然后可能会昏你一脸和一牙。好了，拜拜。可能好一点。如果你就是他们家的杏仁豆腐就算了。杏仁豆腐吧，他已经背着我偷偷的先吃过了。拜拜。这个福鼎肉片做的还行哎。这是那个肉燕，这家真的还可以。拜。这个礼盒未免有点太丰盛了。好吃好吃。看这是什么？黑眼圈烘焙的大礼盒。那个姐姐跟我说他们最近都在家嘛，然后没事干在研究新品，然后说给我尝尝，那我就尝尝。好像是个烤鸡礼盒，我也没拆开，我说拆的时候得给你们拍视频呀。哇哦，天哪，好丰盛啊，有这么多个汉堡，然后三明治，这是个巧克力熔岩吗？还有一只烤鸡，这也是三明治，水果果酱，2杯热红酒，还有司康。这个礼盒未免有点太丰盛了，然后我要把这个烤鸡拿空气炸锅热一下。这个热红酒也是分装的，你热好了给它倒在杯子里。好香浓的桂皮香味儿。哇，这烤鸡也差不多了，照原样给它放回来。这一切都太完美了。开炫！这鸡好像热的有点太烫了，先吃一个小汉堡吧，挑选一个带芝士的。我喜欢的火腿芝士，但它这个火腿好像有点黑椒的感觉。面包应该是抹茶的。这个之后店里要上新品，一定要去店里吃，热乎现出锅了。真的，咱们约定好啊，等恢复堂食了，我一定要去店里吃一个现烤出锅的烤鸡大满贯。这个应该是培根的，里面还加了酸黄瓜，很开胃。我喜欢的蜂蜜芥末酱。再来一个红色的
黑眼圈祝你好胃口。这个像牛排包吗？它中间是烤菠萝耶，菠萝鸡胸肉，好快哦！在家有人投喂的感觉真好。然后再来尝这个三明治，感觉酱很多的样子。这个是土豆泥沙拉，我这还挺清淡的，很清爽的土豆泥加番茄，面包很松软。还搭配了3个酱料，自助里面也有的。我最喜欢这个白酱，它是那种芝士酱。超级浓，就这个酱我可以白嘴吃。这回这鸡差不多了，来开整鸡，需要双手烫上手套。这还不是小鸡儿，这鸡还挺大，屁股里还塞了柠檬，加了水果的鸡。哎呀，有橙子、柠檬、苹果，先拽个腿腿吃。哎呀，看这个鸡皮烤的焦焦的。还挺嫩。小薄皮烤的。脆皮烤鸡。这要是现出锅的一定更美。约定好了，一定要去吃一回现出锅的，然后扒一个鸡皮。哎呀，好吃好吃，很清爽。哇，鸡皮好酥啊！再来掰个鸡翅。哎，这个鸡翅中这么大点儿，那咱们经常吃的那种大个的鸡翅中是什么鸡上面的翅中啊？这应该算童子鸡大小吧。烤鸡我最爱吃的就是先掰腿儿，再掰翅，再撕皮。居然还撒了这么多坚果。我爱吃的巴旦木。然后咱们来尝尝司康，我先喝口热红酒。哇，跟我上次喝的一样，超级浓重的香料味还有甜香味，好喝。还有这个葡萄，好甜。这是司康的是粉色的，中间加的是芝士吗？这个是不是应该蘸着酱料吃？这个司康是属于那种我比较喜欢的，不像有的地儿那么硬，然后也不像有的地儿那么软，它是属于那种半干不干、半蛋糕不蛋糕的那种，而且也不怎么甜，就是那种面粉本来的味道。哇，这个芝士酱真的好好吃。再来尝一块，这是巧克力的还是咖啡的？上面像刷了一层蛋液，厚度。
巧克力的。哇，这礼盒，这个礼盒吃的我真是太开心了。那我还有一个蛋糕，这叫什么蛋糕来着？这好像不是熔岩蛋糕，外面是焦香的感觉，然后中间是气孔很大的这种蓬松的蛋糕体。哇，好快乐，感觉明天的早饭也有了。那要这么着，拜拜，约定好了一定去吃现烤礼盒。